为什么这支部队一出场，连不可一世的海豹突击队都要叫大哥，桀骜不驯的三角洲特种兵也要叫一声义父？在美国庞大的特种作战司令部里，有这样一支另类的特种部队，他们不以渗透暗杀为首要目标，他们不搞反恐突袭，也不去炸敌人的雷达站，他们的信条和座右铭只有一句 That other may live， 翻译过来就是让他人活下来。如果你单纯的以为他们只是一群躲在后方帐篷里给擦伤的士兵贴创可贴、打吊瓶的医疗兵，那就大错特错。真实的他们今天可能要背着全套生命维持设备，从10000米高空伞降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冰裂缝里，明天就得全副武装跑到热带雨林，跟传染病、泥石流和食人族进行3方混战。一转头，他们又得坐在黑鹰直升机的舱门边，顶着伊朗密集的防空炮火，强行锁降到敌人重兵包围的交火线上，给枪林弹雨里的重伤员做气管切开手术。这支部队就是美国空军伞降救援队，简称 PJ， 美军中阵亡率最高、选拔最变态也是最低调的战争天使。在今年4月份，一架美军 F-15E 重型战斗轰炸机在伊朗南部被击落，一名武器系统官跳伞后落入敌国腹地，伊朗开出$6.6万的巨额悬赏，全境搜捕。面对这种绝对的死局，美军毫不犹豫地祭出了这把空中瑞士刀。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群疯子？为什么连三角洲和海豹遇到麻烦都必须指望他们捞人？在长达70年的历史中，他们又是如何靠着血肉之躯写下这句不抛弃任何战友的承诺的？想要了解 PJ 的故事，我们视角或许先要拨回2战时的亚洲战场。随着战略轰炸和远程运输的全面展开，美军飞机频繁在敌占区或极端恶劣的地形中坠毁，特别是在著名的驼峰航线上。运输机每天要飞越海拔极高、气候极其恶劣的喜马拉雅山脉，因为机械故障或遭遇恶劣天气，无数飞机坠毁在雪山和原始丛林里。飞行员跳伞后虽然捡回了一条命，却几乎没有人会产生劫后余生的兴奋，因为他们需要面对另一个地狱：骨折、饥饿、极端严寒，甚至是当地诗人部落和日军巡逻队的双重追捕。当时的搜救手段极其落后，搜救飞机最多只能在天上盘旋，空投一点物资，根本无法把人活着带出来。故事的转折来到1943年8月，前特级飞行员布莱基波特上尉率领的小队在缅甸纳加地区发现了一架失事的 C-46 运输机，机上20人跳伞，其中包括著名的 CBS 记者埃里克·萨瓦瑞德。面对无法降落的原始丛林，2名战斗外科技术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没有等待地面救援队，而是直接带上医疗装备，从飞机上伞降到了未知的丛林中。他们就地对伤员进行了急救，并配合后来赶到的地面部队，成功将这20人徒步带出了丛林。这次没有官方授权的盲跳救援，证明了空中投送加现场急救的极高效率，被后来的 PJ 们尊奉为美国空军伞降救援的真正起源。被救的记者用英勇一词将这群从天而降的救星推上了历史舞台。但这群初代的救援者凭借的仅仅是一场热血和粗浅的跳伞经验，真正让美军下决心建立严酷选拔体系的是一场血的教训。1947年末，一架 B-29轰炸机在阿拉斯加的极寒山区坠毁，医疗军官基尼中尉等3人自愿跳伞前往搜救。然而这3名凭着一腔孤勇跳下飞机的军人，因为完全没有受过专业的空降训练和极寒地带生存训练，在落地后被强风吹散，最终在极度的严寒和暴风雪中全部遇难。基尼中尉的遗体直到第2年夏天才被找到。这场惨烈的悲剧让五角大楼震惊，他们开始明白，仅靠勇气和普通的医学知识去极端环境下救人等于白白送死。救援人员必须是经过地狱般磨砺的超人，他们不仅要精通全地形的野外生存和特种战术，更要具备在极限高压下进行复杂战地外科急救的能力。于是针对伞降救援队员的系统化魔鬼训练大纲正式成型。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序列里，想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员或者绿色贝雷帽已经极其困难，必须是精英中的精英。但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PJ 却必须是超人中的超人，因为其训练周期和淘汰率实在太吓人。整个选拔与培训过程长达近2年，淘汰率常年维持在80%左右，部分批次甚至高达90%。这2年的时间里，候选人被当成牲口一样反复折磨和重塑。他们的训练科目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地狱选拔。第一是突破生理极限的身体改造，包括基础水中爆破、水下极度缺氧憋气训练、高强度体能筛选，以及极其残酷的生存、抵抗与逃脱训练。候选人有时会被扔进荒野，
模拟被俘虏后的严刑拷打和审讯。只有在精神崩溃边缘依然能保持理智的人，才有资格进入下一关。这种选拔方式，看过电影《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的人应该不会陌生。第二，他们必须掌握海豹突击队和三角洲部队需要的所有机动技能，包括基础伞降、特种伞降、战斗潜水等等。无论失事的飞行员掉进大洋深处，还是挂在悬崖峭壁上， PJ 都必须能活着摸到他身边。第三个训练方式是 PJ 区别于所有特种部队的最核心壁垒，他们必须接受极其漫长的民间高级急救医疗训练。普通的特种兵只需要学会简单的止血带和气道插管，而一名合格的 PJ 被要求在直升机颠簸的机舱里，或者炮火连天的伞兵坑里，熟练地进行开胸手术、切开气管、寻找碎骨、输血缝合。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 PJ 都是一个能端着机枪进行火力压制的野战外科医生。最后别忘了，他们的任务是战斗搜救，降落地点往往是敌人重兵包围的交火区，他们必须掌握极其精湛的 CQB 技巧。在救出战友之前，他们有极大的概率要与敌人进行殊死交火。经过这2年的地狱淬炼，剩下的那一小撮戴上酒红色贝雷帽的人，就成了美军中含金量最高、技能数最全面的地狱尖兵。当然，训练场上的汗水最终都要在战场上用鲜血来检验。真正让 PJ 彻底走向巅峰，被美军各军种顶礼膜拜的是残酷的越南战争。越南战场上，面对茂密的热带雨林和北越军队密集的防空火网，美军很清楚，单靠1、2架直升机去救人无异于送死。于是他们打造了一套极其复杂的战斗搜救编队。前线空中管制员负责寻找目标， A1 攻击机负责用炸弹和机炮进行地面火力压制，战斗机负责高空巡逻驱逐敌机， HC-130 负责空中指挥和加油，最后才是 HS-53 重型救援直升机进场。而 PJ 队员就是这套庞大体系中最锋利的尖刀。当直升机悬停在火网交织的丛林上空时， PJ 队员挂着绞盘锁降到地面，他们不仅要在泥水里寻找昏迷的飞行员，还要端起 M16 步枪和围上来的北越正规军进行抵近射击，掩护伤员起调。在越战期间，美国空军总共只颁发了19枚代表空军最高荣誉的空军十字勋章，其中竟然有10枚都授予了这群在枪林弹雨中捞人的伞降救援队员。这个极度悬殊的比例充分证明了 PJ 在火线上的英勇与惨烈。为什么说连海豹和三角洲都要敬他们3分？因为特种部队执行的都是最危险、最深入敌后的渗透任务，一旦行动暴露、身陷重围，唯一能把这些精锐特种兵活着带回来的只有 PJ。 在反恐战争期间，无论是阿富汗的群山还是伊拉克的巷战，只要美军特种部队在外线作战受挫，出现伤亡，呼叫的医疗撤离支援必定是由 PJ 主导。我们不妨看看一个最著名的真实战例：2005年的红翼行动，这是美国海豹突击队建军以来遭受的最惨痛损失之一。4名海豹队员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武装分子发现并重重包围。3名队员在绝望的交火中阵亡，仅剩马库斯·鲁泰勒一人身负重伤，躲藏在当地村民家中。当美军得知马库斯还活着的消息后，立马发起战斗搜救行动。冲在最前面将马库斯活着带出阿富汗的，正是美国空军的伞降救援队。这种在死神手里抢战友的戏码，在 PJ 的历史上屡见不鲜。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5月2日，美军一架 F-16C 战斗机在执行防空压制任务时，被南联盟老旧但极其狡猾的萨姆3防空导弹击落，飞行员大卫·戈德费恩跳伞落入南联盟军队控制区。一瞬间，警报拉响，PJ 队员立刻搭载 MH-60G 直升机，在 A-10攻击机的掩护下，顶着南联盟的防空火力，强行突入击落区域，在极其狭窄的时间窗口内，抢在南联盟搜捕部队到达前，奇迹般的将大卫救走。不少人或许觉得花那么大价钱救一名普通的士兵实在不值，但大家绝对想不到，这位大难不死的大卫·戈德费恩后来一路晋升，成为了特朗普的美国空军4星上将、空军参谋长。也就是说，PJ 当年顺手救回来的是美国空军未来的最高指挥官。在2026年4月，PJ 同样完成了一次震惊世界的救援行动。4月3日，美伊联军的空袭行动遭遇重大挫折，2架美军战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其中首架失事的是一架 F-15E 重型战斗轰炸机。飞行员虽然获救，但另一名极其重要的武器系统官却下落不明，极有可能降落在了伊朗南部的胡奇斯坦省。
这对美军来说简直是一个政治和军事双重灾难。一名掌握着美军最新战术密码和武器系统参数的现役军官，如果落入伊朗革命卫队手中，将成为极其棘手的外交人质和情报突破口。伊朗显然也极其清楚这名 WSO 的价值，他们直接开出了约 6.6万美元的巨额赏金，呼吁当地平民和武装分子抢在美军之前活捉这名美军军官。在当地，这笔钱相当于普通人20年的收入。悬赏一出来，整个坠机区域都沸腾了起来。一转眼，四周都是手持 AK 步枪搜索的武装人员。面对这个天罗地网，五角大楼果断启动最高级别的战斗搜救，而这项几乎等同于自杀的任务，毫无悬念地落到了 PJ 的肩上。由于任务极高的危险性，许多军事学家都对结果感到悲观。比如军事战略家杰弗里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我所知道最危险的军事任务。就连前 PJ 指挥官在接受 CBS 采访时也表示，就算是惊心动魄、极度危险这样的词，用来形容这次任务都太含蓄了。根据目前的战场情报，为了这次救援，美军大概准备了2件事。第一，这次营救行动动用了一个庞大的立体打击与支援编队，至少24名全副武装的 PJ 队员搭乘 MH-60M 直升机作为核心突击力量，在他们周围有负责火力清场的 A-10攻击机，盘旋着随时准备摧毁伊朗雷达阵地的 F-35隐身战机，以及在外围提供不间断燃料支援的 MC-130J 特种作战飞机和大型空中加油机。第二，跟死神赛跑似的救援，在落地之前，无论是跳伞还是锁降， PJ 队员必须面临防空护网的洗礼。落地之后，最大的挑战是在茫茫荒野或复杂的居民区中，抢在伊朗武装人员之前，与那名正在依靠生存电台和伪装技巧躲避搜捕的 WSO 取得物理接触。一旦接触，如果 WSO 受伤， PJ 必须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就地进行战伤急救，稳定生命体征。同时，他们必须依托地形建立环形防御阵地，准备迎接伊朗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极其猛烈的火力围剿。此时，他们手里的步枪和呼叫的空中火力支援，成了保护伤员撤离的最后一道屏障。这场正在伊朗上空和地面同时进行的生死竞速，考验的不仅是美军的装备代差，更是这群戴着酒红色贝雷帽的特种兵对不遗留任何一人这句承诺的极致践行。最终 PJ 成功将 WSO 带回了祖国的领土。毫无疑问，维持像 PJ 这样一支高度专业化、训练成本极其高昂的专属救援部队，对任何国家的军费预算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但美国空军愿意算这笔账。这种极端的战场救护体制带来的不仅仅是挽救了几名高价值飞行员的生命，它给整个美国军队带来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心理支撑和士气加成。当一名 F-15飞行员或者海豹突击队员知道无论自己掉在地球上多么危险的角落，国家都会不惜动用一个飞行连队的兵力和最精锐的特战军医去把他捞回来时，他在执行任务时就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这就是这群被称为战争天使的猛男部队最核心的战略价值。或许正如美军退役将军麦肯齐说的那样，制造一架飞机只需要1年，但建立一个不抛弃任何战友的传统需要200年。好了，本期关于美国空降兵伞降救援队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大家认为这种不计成本的战斗搜救模式，在大国对抗的高烈度防空网中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